跟大家隆重介绍一下，我们老赵家有后了，这就是我的宝贝孙子。生日宴上，婆婆颤颤巍巍举起一个陌生的3岁小男孩，满脸皱纹，都笑得开了花。妈，你真的要养这个来路不明的孩子吗？全场的注视下，我发话了，要不是你生不出儿子，我也不用费这个劲。婆婆抱紧孩子，朝我甩了个白眼。我反手一份亲子报告，让他再也笑不出来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当初我和赵凯伟的结合算是商业联姻，我们两家都是做服装生意的，是伙伴，也是对手。赵凯伟家发迹早，偌大的一份家业都是他爷爷挣下来的，到了他这一代有了颓势，而我家就不一样了。我学服装设计，我父亲主管经营，算是从我们这一代才有了发展，风头正劲。于是在赵凯伟父亲的极力撮合下，我们俩以最老土的方式见了面，留了联系方式。起初对于没有感情的婚姻，我是拒绝的，但父母都认为赵家不错，凯伟这人也踏实，极力撮合我们。我本来对待婚恋的态度就是悲观的，认为世界上没有长久的爱情羁绊，既然嫁谁都是嫁，那赵凯伟也不是不行。就这样，作为本地2家服装民营企业的盛大联姻，我们的婚礼办成了新闻发布会，预示着强强联手。然而在结婚之后，我和父亲才发现，赵家的公司传到他这一代，由于经营不善，管理思维守旧，已经成了个空壳子。虽心有不甘，但我们还是对此保持缄默，毕竟我们只是结婚，而不是公司合并。婚后，我们夫妻俩仍然在各自的家族企业里忙碌着，基本上互不干涉，感情也不是完全没有，毕竟还要尽快开枝散叶。生个孩子是2家老人的共同心愿。结婚2年后，我们的女儿诞生了，我爸妈高兴得不得了，抱着亲了又亲。咱们吴家的2大女接班人终于见面了。月月，你可要好好培养我大外孙女哟。与外公外婆的态度截然不同。赵凯伟的父母打从在产房门口听说是个女儿，脸立马拉得老长，出了月子就赶紧备孕，咱们家一定要有个孙子继承这偌大的家业。我听了这话，不禁哑然失笑。什么年代了，女子能顶半边天，还玩重男轻女这一套呢？妈，男女都一样。再说了，我和凯伟早就商量过，无论男女，这辈子只要一个孩子。我回怼回去，又不是可怜巴巴的小媳妇，辛辛苦苦生个孩子，难道还要看公婆的脸色？你还年轻，不懂事，一个女人没有儿子怎么行呢？我们这种家庭，那就更不可能了。婆婆看都不想看孙女一眼，原本准备好的红包和长命锁又塞回了皮包里。谁说的？我爸妈就我一个女儿，干什么比不上男人？公司里里外外也是我一肩挑啊！我打算现身说法，反而引来婆婆鄙夷的嗤笑，那神态让我心里非常不舒服。那是你爸妈没本事，生不出男孩。要是你有个哥哥或者弟弟，看你爸还会把公司交给你吗？我脸色越来越难看，最后还是赵凯伟出来打圆场，及时叫停了母亲的自由发挥。从月子中心回家之后，我暗下决心，无论他家对我女儿态度如何，也改变不了我的初衷。赵凯伟，我再跟你强调一遍，果果是我唯一的女儿，也会是独生女。如果你经不住父母的压力，想来当说客，劝你免开尊口。看着我义正辞严的样子，赵凯伟没敢再多说一个字，迟钝如他也看得出我在因为公婆的态度而生气。要是你非得生个儿子不可，那就离婚，孩子归我，你爱怎么样
没人管你。我下了最后通牒，抱着女儿去儿童房了。这个口子被我堵得死死的。之后赵凯伟是如何摆平他父母的，我不知道。只是从此以后，公婆既不露面，也没敢再逼我，这就够了。离婚他是没有这个魄力的。赵凯伟本就是个性格温吞懦弱的人，少了生意人的杀伐果断，自家的生意应付不过来，甚至时常要靠我介绍客户才能存活。他哪有勇气说不？时间转瞬即逝，我细心培养女儿果果，不论什么兴趣班，只要她喜欢，统统都报名。此外，我请了全英文家教，一放假就带她全世界见世面。可以说，我的女儿倾尽全力去培养一个丫头片子，花那么大力气干什么？真是本末倒置。在年夜饭桌上，两家人还是要凑在一起过。婆婆的嘟囔声我听见了，但也没反驳。本来嘛，我自己的女儿，我们公司以后的掌舵者，我爱怎么培养和别人没关系。婆婆有时间挑我的毛病，还不如多关心关心她自己的儿子。公司每况愈下，已经快支撑不下去了。老婆，我明天出差，广州有批货要盯一下，家里辛苦你了。那天晚上赵凯伟又说要出差，这已经是本月第3次了，而且每次都说是工作应酬，我隐隐觉得不对。第二天，他拉着行李箱前脚刚走，我就手机登录了某订票选择中午的航班，点进目的地广州，输入赵凯伟的身份证号码，显示可以购票。我立刻发现了猫腻，按照购票的设置，假如这个人已经购买了一张机票，同样的目的地就不能再购买2次了。答案只有一个，赵凯伟撒谎了，他根本没去广州。犹豫几秒后，我转头来到赵凯伟的公司，以老板娘的身份四处查探了一番。这一查，果然发现了蛛丝马迹。赵凯伟的秘书说，他今天一大早开了公司的车，说要去见客户。看来他真正的目的地是一个驾车可以到达的地方，并且带上了行李，要在那里住上1周左右。呵呵，平时看着不显山不漏水，看来我还是低估他了。这是给我埋了一个多大的雷呀！我回到自己办公室，几通电话布置了一番，又迅速开始了自己的本职工作。作为新时代的女性，这头一条就是不能恋爱脑。男人有什么稀奇？无论如何也耽误不了我的事业心。1个月以后是婆婆70大寿，她早早定了位置，不但邀请了2家亲戚朋友，还邀请了不少商业伙伴参加寿宴。事出反常必有妖，不过我还是面色平静地盛装出席。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吧。刚进门，我就发现了一个陌生面孔。那是个20来岁的女人，抱着个2岁左右的男孩。酒过3巡，婆婆对赵凯伟使了个眼色，猝不及防地举杯，全场目光聚集在他身上。跟大家隆重介绍一下，我们老赵家有后了，这就是我的宝贝孙子。婆婆颤颤巍巍举起那个陌生的2岁小男孩，满脸皱纹，都笑得开了花。妈，你真的要养这个来路不明的孩子吗？全场的注视下，我发话了，要不是你生不出儿子，我也不用费这个劲。婆婆抱紧孩子，朝我甩了个白眼。原来这些年她一直沉寂，没来找我麻烦，是藏了个大的。我反手一份大礼，让她再也笑不出来。那是一份亲子鉴定报告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婆婆不明就里。赵凯伟更是瞪大了眼睛，本以为我会哭会发作，而我似乎早就知道这一切。你们不用专门等这个大家都在的场合让我难堪，逼我就范，就那点小伎俩都不用私家侦探，买通个把秘书就能搞定。我捏着那份亲子鉴定报告，
看了看躲在角落里那个正瑟瑟发抖的女人，以为捡了个大孙子，人家还肯不要。名分是天大的便宜，但便宜没好货。你们做生意的难道不懂吗？我还在继续打哑谜，就是不肯把手中的报告拿给心急如焚的母子俩看。他们急得青筋暴起。月月，这件事是我儿子做的不对，但是男人嘛，哪里有不偷腥的呢？人家外面的女人也是深明大义，只要钱，儿子就送给我们了。你好好把儿子养大，女主人的地位还是一样的。哈哈哈，我都被这奇葩的观点气笑了。感情我生的女儿他不管，外面的野孩子拿给我养，倒成了对我的恩赐。别说这不是赵凯伟亲生的儿子，就算是他这种对婚姻不忠的男人，我也是像丢垃圾一样丢掉。我收起亲子鉴定，示意秘书打开宴会厅的投影仪，将结果投放到大屏幕上。这份亲子鉴定的结果清清楚楚地写明，赵凯伟和那个男孩根本就没有血缘关系。一瞬间，赵凯伟呆住了，婆婆死死瞪着角落里的女人，气得大呼小叫。原来这一切都是阴谋！你哪里找来的野孩子，居然要诈骗我们家500万啊！报警！快报警！宾客们议论纷纷，尤其是那些生意上的合作伙伴，免费看了一出大戏，个个满脸兴奋。趁着大家都在，我还有一件事要宣布。鉴于我的丈夫赵凯伟对婚姻不忠，我决定离婚。说完，我把早已让律师拟好的离婚协议也放在大屏上，当众展示。从今天开始，赵凯伟的公司和我家停止所有合作，他的那些欠款、未按时发送的货物，再也与我无关。我当众请大家做个见证，也是为了说清楚。毕竟生意上的事，也免得再开新闻发布会通知。婆婆的70大寿就这样变成了一场狗血电影。她气得瘫坐在椅子上。倒是赵凯伟聪明，他不顾大家的指指点点，连忙跑过来求原谅，说不想离婚。月月，你听我解释，我和那个女人在一起就一次，也是为了完成妈的心愿，有个儿子。我不是想背叛你，只是被孝心冲昏了头脑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。我懒懒地看了他一眼，不想再说话，让他有什么事和我律师谈，然后头也不回地走了。经过半年的官司，我成功离婚，女儿跟我一起搬回了外公外婆家。我们前脚刚走，赵凯伟后脚就把婚房卖了抵债，看上去公司关门大吉，只是时间问题。婆婆来找过我几次，认错加上恳求，只希望我别离婚。看来她终于想明白这其中的利害关系了。想想以前她对我女儿的嫌弃，我就犯了心，现在又保证不再逼我生2胎，笑话，这算哪门子诱惑？我和女儿的人生从来都有自己决定，哪里轮得到她招之即来挥之即去呢？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，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